嗨，我是 Albert。这集要搭公车去哪玩呢？我们再次来到台二线淡金公路路段，要搭乘另一条行经淡金公路的路线860，深入三芝。炎炎夏天已来到，漫步在清凉溪畔的八连溪生态步道，走进夏季限定的赏荷秘境。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北海岸的海景啦！这么精彩的内容，就请大家一定要看完这部影片。这是一段不用开车也能悠闲享受的三芝半日游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、订阅起来哦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人在捷运淡水站旁边，公车站牌这里。先前我们有带大家搭乘走台二线的862以及863，这一集我们一样要搭乘走台二线的860，从捷运淡水站出发到三芝。顺便呢，我们要带大家到三芝附近的景点走走逛逛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出发去坐车喽，走。捷运淡水站的公车候车区有6个月台区块，要搭乘860，请记得在4号月台搭乘，并遵守地上的排队动线，依序乘车哦。860自捷运淡水站出发，沿途行经正德国中、轻轨淡金北新站、淡水行政中心、台二线淡金公路、圣约翰科技大学、浅水湾，最后抵达终点三芝。全程2段票，由淡水客运营运。三芝因紧邻北海岸及大屯火山群边，依山傍水的三芝，沿途也有许多知名的特色咖啡厅、海水浴场等。加上已故前总统李登辉先生的家乡也在三芝，种种条件之下，政府也极力推广三芝的观光产业。早期的三芝交通不便，对外的客运路线只能仰赖公路局淡水到基隆、淡水到金山路线。随着人口上升及观光发展，加上淡水客运成立之下，先是结识了862、863，后来辟使淡水三芝经北新路的公路客运班车。到了1980年代，再辟使淡水到三芝经台二线的客运路线，班次也较为密集，巩固三芝通勤的地位。淡海新市镇是位于新北市淡水区北端的新兴城镇，整体规划始于1990年代，在沙仑、港子坪、公司田、坎顶、皮岛、林子街等农业规划出1756公顷的土地，作为淡海新市镇的范围，打造一座可容纳30万人的都市计划区，
并整合海岸、生态与住宅开发。目前已完成第一期约446公顷建设。淡海轻轨绿山线于2018年通车，提供淡海新市镇站、滨海义山站、滨海沙仑站等等连结捷运红线红树林站，改善连外交通。未来还有淡江大桥与淡北快速道路等计划，加速通勤效率。省道台2线属于滨海公路系统之一环，起点为新北市淡水区竹围的关渡大桥，也是台15线的起点，终点至宜兰苏澳镇，并衔接台9线苏花改起点，全长约167.674公里。其中淡水至金山路段为淡金公路，金山至基隆路段为基金公路，两者历史相当悠久，为基隆及北海岸地区相当重要的联络道路，更是北海岸观光发展的命脉。基隆至苏澳路段为北部滨海公路，也是国道5号高速公路雪山隧道全线通车之前，台北到宜兰间仅有的2条公路之一，因此台2线的交通地位至关重要。但你们可曾知道，淡水客运的公路客运线在还没改号之前都有一个专属号码吗？这条淡水往返三支的客运线以前叫做18路客运，相信许多淡水三支的老朋友还记得18路的回忆吧。不过2009年6月起，随着公路客运改号4码政策，先是改为1260，到了2012年再改为新北市区公车860，就这样陪伴着三支人多年的岁月，至今仍屹立不摇地服务着。终点站三支快到了，我们要准备下车喽，顺便带大家一览三支市区的重要地标哦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顺利坐来终点三支这里。听说三支这里有一个赏荷花的一个秘境，而且坐公车就可以到喽。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出发到这个赏荷秘境去走走逛逛喽。好 ，Go！ 要到赏荷秘境，我们必须再坐一次三支沿线公车才会到达。请记得在福城桥头这站下车。距离三支公车总站约2站的距离，大约3分钟左右的车程。在去赏荷秘境之前，先到八连溪休闲步道走走吧。八连溪休闲步道位于八连溪畔旁，全长约 1.79 公里。八连溪贯穿整个三支区，为三支的主要河川。传说以前有8户人家至此开垦，在溪谷旁筑屋定居，因而命名八贤里。同时为因应人们的生活起居，
许多的水圳也因而诞生，让八贤里人可以用来洗涤衣物，或是进行灌溉、发电、碾米及制茶等多项用途。八莲溪溪水清澈，叠石成瀑，沿途可以看到许多茭白笋田、水车园区。经过整治后，规划完成八莲溪休闲步道，更跃升为新北市知名观光景点，也是当地居民散步的好去处。三芝以前称作水车之乡，因三芝的农业耕地位于丘陵地为主，早期农民因为这样的先天地势，利用水车来灌溉，奠定了水车在三芝农业的重要性。经过埔头桥旁，这里是樱花水车园区，虽然没有水车的踪迹，但水车造型彩绘的溜滑梯及多项共融游具，适合亲子一起来这同乐，也融合在地特色。这一带有没有其他水车景点呢？当然有，八莲溪上有几处水车景点，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步行前往，于是我在此租借 U-Bike 继续出发，来到福德水车园区，走过虹桥就可以看到哦。这座虹桥和上海的虹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福德水车园区为三芝水车文化景观中最大的水车园区，占地近 0.6 公顷，可是看到的则是静止不动的水车，相当可惜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有个 U-Bike 顺着八莲溪步道，还有另一个水车园区也在不远处。于是我继续骑乘 U-Bike， 到这里有条岔路，需往左至名人文物馆，右边则是没有通的哦。出来即是中山路3段，右边为三芝游客中心。过了三芝游客中心，再骑约10分钟的路程，顺着德贤路，看到八贤里民活动中心，让我感受到八贤里最接地气、淳朴的一面。好不容易来到下一个水车景点八莲溪水车园区，为八莲溪最上游的水车园区，亦称八贤村水车。园区共有1大座和2小座水车，还有凉亭、鱼池、步道等，非常适合亲子来这走走逛逛。上游的八莲溪水质清澈，搭配转动的水车，在此待上一段时间是不错的选择哦。由于附近的 U-Bike 只有樱花水车园区有站点，如果在八莲溪休闲步道口附近可以增设一个 U-Bike 站点，相信畅游八莲溪步道可以更加方便。还车之后，我徒步前往赏河的秘境景点，回到八莲溪休闲步道，穿越宋厝桥往前走约10分钟，左边有块写着河运连连的看板，赏河秘境就在不远处。这里就是山猪窟荷花池，临近马街医学院及八莲溪，平时人潮不算太多。荷花品种为牡丹莲，每年6月到7月为荷花的最佳赏花期。牡丹莲是一种独特的莲花品种，因其花瓣重叠，形似牡丹而得名。它原产于泰国，也被称为菩萨莲，在当地被用于礼佛的神圣之花。山猪窟荷花池为地主辛勤栽培的私人荷花田，且免费开放参观，是拍照、赏花及放松心情的绝佳景点。来到这里，不妨想起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游戏“荷花几月开呢”。如果要从福城桥头公车站直接去山猪窟荷花池，下车之后走到这条由马街医学院箭头标示的岔路，顺着岔路先往右转，再直走约8到10分钟就到了哦。
离开了八连溪休闲步道及美丽的荷花田，最后来到后厝这一站。每到夏天，我要去海边，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首《我爱夏天》。这个景点位在浅水湾旁的芝兰公园，往前走就可以到达浅水湾滨海公园。拥有北海岸最美伸展台美誉的芝兰公园海上观景平台，于2021年8月完工，可以沿着水蓝色的波浪长廊前行。这里有着像戒指般的公共艺术作品，名为童心，以不锈钢和人造水晶为基底，以流畅线条环环相扣，如戒般坚定，印证着坚定不移的誓约。来到观景平台，仿佛走进海中央，以360度无死角的辽阔视野，欣赏绝美海景，成为情侣约会、游客必访的打卡景点。这趟三之行也在此画下完美的句点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最后来到芝兰公园海上观景平台这里。那今天的行程也非常的充实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那这一集的影片就为您录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Albert， 最后就用北海岸的海岸线来跟大家说再见喽，拜拜。